中國政府為什麼可以對外大手一揮，給非洲、給小國動輒幾十億撒幣，卻始終不肯給正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自己國民直接發一筆錢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，外面的錢是投資，發到你手裡的錢是成本。這不是情緒判斷，而是一套極其冷靜、極其現實，甚至冷血的制度計算。因為在這套計算裡，中國人的生存並不是優先項，錢能不能回來才是。不是沒錢發給你，是發給你，他們怕再也收不回來了。這2年，關於刺激消費的消息密集到讓人眼花，消費券一輪接一輪，消費貸利率一降再降，審批從查你祖宗18代變成點頭就放款。可唯獨有一件事始終不肯做，直接給老百姓發錢。很多人還在替政策找理由，可能怕通脹，可能怕懶人，可能怕亂花錢。但真相只有一句話，看懂了是算計，看不懂才以為是福利。先說一個殘酷現實，中國現在最缺的不是消費場景，而是財政回血能力。根據公開數據，當前我國稅收結構中，增值稅長期占比第一，常年占全國稅收收入的30%以上。而增值稅的本質是什麼？不是向你花了多少錢收稅，而是向企業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創造了多少增值收稅。換句話說，稅不是從你口袋裡直接拿的，是從工廠、企業鏈條上抽的。於是問題就來了，你拿到1000塊現金，去路邊攤吃燒烤、買煎餅、請朋友喝酒，爽是爽了，但政府1分錢稅都收不到。可如果你用這1000塊，再加上銀行給你的9萬消費貸，去買一台冰箱、一輛車、一套房，稅立刻開始回流，廠家要交增值稅，企業盈利要交企業所得稅，物流、銷售、維修、金融全部算一遍。你花出去的錢會沿着產業鏈被一層一層抽乾，這就叫有效消費，不是讓你高興，而是讓財政不虧。很多人沒意識到一件事，在中國，消費本身也是被計劃的。你以為刺激消費是想買啥就買啥？錯，真正被鼓勵的是你按政策想讓你買的東西去買。為什麼補貼永遠是家電、汽車、家裝、數碼、新能源？為什麼從來不補貼外賣、夜宵、路邊攤、個體服務？答案只有一個，因為前者背後是大工廠、大企業、大稅源。你買一台國產洗衣機，背後是一整條工業流水線；你買一輛新能源車，背後是地方政府重點押注的產業集群；你買一套房，背後是土地出讓金、建築、金融、稅收全鏈條。你買的是商品，他們要的是產業閉環。而你隨心所欲的花錢，在財政眼裡只是散錢、漏錢、收不回來的錢。很多人不願意承認，直接發錢是財政最不划算的方式，因為那是真金白銀，花出去就沒了。但消費貸不一樣，消費貸的錢是誰的？是銀行的。風險是誰的？是你的。政府要做的只是降個利率，鬆個口徑，發個文件，不用掏錢，卻能撬動你未來3到5年的消費能力。這在金融語言裡叫槓桿，翻譯成人話就是：今天沒錢，沒關係，先把你未來的錢花了。你以為是在支持內需，實際上是在提前透支人生。現在這套刺激邏輯從來不是救你，而是動員你，用你的負債去填企業的訂單，用企業的訂單去換財政的稅收，最後留下來的是你手裡的賬單。所以別再等什麼政府發紅包了，這不是發錢不發錢的問題，
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以舊換新遊戲，而你不是消費者，是燃料。現在的刺激消費更像是給經濟這台老機器換火花塞，但油箱裡早就沒油了。發錢為什麼最有效，卻偏偏不能用？在所有經濟學工具裡，直接給居民發錢，效果永遠是最快、最直接的。這是有無數現實案例驗證過的。無論是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現金補貼，還是疫情時期的直接轉移支付，只要錢進了居民口袋，消費立刻反應。因為邏輯極其簡單，人只有在不欠債的前提下才敢花錢。可問題恰恰在這。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，發錢有一個致命缺陷，這是單向支出，錢出去了很難閉環。你拿到錢，可能存起來，可能還房貸，可能留着防失業。這些行為對財政沒有任何直接回報。而在當前財政壓力巨大的背景下，這種不可回流的刺激方式幾乎等同於自殘。所以，哪怕他們心裡知道發錢最有效，也不會選這條路。很多人覺得，消費貸也是刺激消費啊，有什麼問題？問題恰恰就在這裡。消費貸不是福利，它是一次徹底的風險轉移。以前經濟下行的風險主要在政府和企業身上，現在這個風險被系統性的推到了居民部門。你借錢消費，企業拿到訂單，銀行收利息，財政收稅。如果經濟真的好轉，所有人都贏。但如果經濟繼續下行呢？結果只有一個，你還債，沒人兜底。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刺激政策敢不斷加碼，卻從不承諾兜底。因為從設計之初，這個體系就不打算替你承擔後果。居民部門真的還有加槓桿空間嗎？這才是最致命的問題。過去20年，房地產承擔了一個核心角色，讓居民不斷加槓桿。房貸掏空了家庭30年的未來，教育、醫療、養老繼續榨乾現金流。結果是，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早就崩到了極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再指望消費貸拉動內需，本質上是讓一個已經喘不上氣的人再深吸一口。短期也許能動一下，長期只會更虛。為什麼永遠繞不開房子？說一個很多人不願面對的事實：過去房子是中國經濟的萬能開關，投資拉得動，消費跟着漲，財政有收入，銀行有資產。但現在，這個開關壞了，房子轉不動了，地方財政的核心引擎熄火了。那怎麼辦？只能找替代品。於是你看到，家電扛一次，汽車頂一陣，新能源輪番上陣。但問題是，這些東西撐不起一個14億人口的經濟結構。把所有政策放在一起看，你會發現一個高度一致的信號：不提高居民收入，不擴大社會保障，不做大規模轉移支付，只談優化金融工具，只談激活潛力，只談引導消費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：沒錢給你，但你得繼續花。如果一個經濟體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是讓人有錢，而是讓人更容易借錢，那他真正擔心的從來不是居民的生活，而是系統還能不能再撐一會兒。刺激消費不發錢，不是因為你不配，而是因為這套體系已經發不起了。你以為這是一次救市，其實更像是延遲暴雷，而賬單不會消失，只會遲到。